10年大作果然名不虚传，连手机壳都好像是长了毛的纪念版，家人们享老福了。为什么这两个玩意儿会同时出现在这儿呢？首先，上期评论中的点播率挺高，其次懒爱附体的我确实也不太想分开瞧，所以纯属时髦的双向奔赴了，那真是一拍即合，相似到如果动作稍微快点，插 USB 连电脑都分不清型号的小哥俩煮豆燃起，手足相残，这么变态的事情到底是谁点播想看的？你出来，可以开始点赞打赏了。首先，一加这壳确实掏出来默认就这样，不清楚上面仿佛发霉的具体是什么，虽然有点难受吧，但好消息是即使中奖了，那整个湿巾擦一擦还是可以蹭得掉的，倒也算不得啥问题。尽管5400毫安时电池加潜望的前提下，重量数值也就和小米14 Pro 差不太多，然而也许是因为刚看过 iQOO 系列的缘故，加之又都是这种有点大的主摄模组，初次上手哥俩总会让我产生些许格外坠手的感觉，尤其明显相对紧凑的真我 GT5 Pro 坠手之感反倒更加强烈。同时尽管双面双曲视觉上已经很好的稀释了厚度，但依然难掩双隐约都会有一点肉乎乎的现实，不算过分，只是个人觉得似乎也不太能界定为轻巧。手感上传统双面双曲设定的真我自不用多言，毕竟可能你随便找个形似的放到一起，甭管姓甚名谁，几乎都恨不得可以原地滴血认亲。一加就不太一样了，宽归宽，大归大，可是经典的真爽手感从未落下。时至今日，这玩意与其定义为双面双曲，恐怕称之为 Mate 60 Pro 及小米14 Pro 类似的第三种诠释才更为贴切。四曲正面板也许上下两边取的不算十分明显，但说到底远比传统双曲要来的细腻，加之延长的机身转角恰到好处。哪个叫浑然一体，什么叫双面如一，在握起来顺滑到总让人感觉好像有点握不住的一加身上全都可以告诉你，只是横屏嘛就没那么自然了。哥俩主摄模组相角身形均比较靠下，可能异常激突的真我倒也不是不能接受，管咋的是居中的。而外八的一加则只能说不论放哪头都会有些难受。虽然后打胶时代玻璃与金属衔接处隐约还是能看到一丝轻微痕迹，不过未见明显孔洞，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翻篇了。和机身间的缝隙也是有点宽，但考虑到此处其实是做了根天线，忍忍吧，忍忍也就过去了。好歹总体而言，这不是比真我精致大气的多吗？只是有一点得插一嘴，真我这块玻璃理论上是贴合的实心，但一加这玩意儿是空膛，也就是说如果爆开的话，大概率和机械手表的表蒙子干碎了，效果差不多。另外这个夹层极端情况下也是会起雾的，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好了，虽然一加12与真我 GT5 Pro 放一起，摄像头和 logo 各自为战的设定简直堪称强不胜地狱，但毕竟俗话说时尚易逝而风格永存嘛，很难说坚持东倒西歪完全算不得是某种奇怪的风格，所以难受吗？难受就对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2选1，挑个更有代表性的。你喜欢本次一加12的设计吗？你又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屏幕一边真我更窄一些，以至于实际在手某种程度上甚至会令人产生视野反倒要比一加开阔的感觉。不过当然广义而言都是这么个玩意儿。落差巨大的指纹识别，不论是从身形亦或重量的角度出发，一加12高到几乎连我的拇指都恨不得能自由舒展的位置，简直是沁人心脾。抛开人脸识别暂且不提，舒适度绝非真我所能比拟。结果传输哥俩差不多，均与小米14大致处在相同水平，足够暴打 iQOO 12。需要说明的是，手机这块各加速度并不代表兼容度，选购移动硬盘务必支持退换的优先，否则到手插上不好使会很麻烦。震动方面，一加远超真我没啥悬念。有意思的是，哥俩都确实比较有一套，系统中调教相对细致，而游戏中哪怕同型号的马达，体感似乎神奇的就是要比别家更猛一点。参考 iQOO 12以及 Redmi K70 Pro， 朋友们感受下。外放效果真我同样还是基本约等于 Redmi K70 Pro， 不及主流真旗舰。一加这把则低频堆得挺充沛且富有一定弹性，个人观点或许要比 iQOO 12 Pro 更加贴近战鼓大师的名头，只是这个特指日常听歌可能导致部分曲目略显浑浊，人声被淹没。如果你也遇到此类情况，那么可以试试打开设置中的空间音频，看看会否更加符合你的要求。好了，小哥俩参考 iQOO 12 Pro， 我们简单听听看。水蒸气 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
学习忘记。影像系统一加与真我主摄同样使用了索尼光域808，主要区别集中在长焦和超广角。参数而言，这两部分理论上是一加会更强一些，但实际差异肯定不会有你想象的多。具体效果参考 iQOO 12默认模式抬手机拍，我们看几个样渣。首先，如果不告诉你对应关系的话，你还能区分出这里谁是谁吗？可以猜猜看。这几位一旦脱离发布会那些华丽的场景，并忘掉所谓参数，生活中很多时候难逃趋同的倾向。解析力或许这张甭管怎么瞧也是2号相对弱点，1、3持平，但随便换个场景，情况几乎会完全相反。2号最清楚，而1、3又陷入同样的模糊，所以除非你拍照只为放大 N 倍然后数像素，否则在这点上我认为四舍五入谁也没能对谁造成实质威胁。随景别变换，1号与3号基本妥妥的陷入了望月平衡公布推涨的境地，不难猜出必定是师出同门的一加与真我。原本色彩中正的 iQOO 夹在当间多少有些吃亏，其实并不是哥们偏品泛红，纯属是旁边两位着实又绿又复古给显的。尤其真我也许为了能同一加有所区分吧，绿的更是有点深邃，但是该说不说发挥比较稳定，比如这组当中一加的红色直接炸了，反倒真我看起来依然绿的很自然，也保留了温暖的氛围。接下来为方便比较，我就把一加和真我放一起了 ，iQOO 挪到了右边，注意区分，别看串了。长焦端估计是同传感器的关系，一加与 iQOO 不论色彩还是解析都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后者锐化更多，所以几乎不论焦段都能给人格外清晰瓷实的感觉。真我则主打色彩明快鲜亮，但清晰度照另两位要弱点。超广角情况类似，还是一加与 iQOO 接近。真我的色彩在这里其实还挺讨喜的，但如果放大的话，相对略微模糊。夜间弱光，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反正让我说区别的话，多少会有些没屁硬挤的感觉，全方位的实微接近，尤其这种半黑不黑的场景，可能唯一明显不同就是水印 logo 不一样吧。随光线减弱，一加与真我色彩更浓厚，侧重氛围的特质会逐步显现。iQOO 则明亮通透优先，尤其极限弱光保留信息更多，理论上后期余地可能也更大点。有两处相对有意思的情形，一个是这张放大之后，注意眩光鬼影，好像唯有一加恨不得能看清文字的具体内容，但是真我这一坨也没好到哪儿去。再就是10倍变焦的这张，反复尝试 iQOO 的高光压制都处在失效状态，此处效果最好的是真我，超广角没啥悬念，最模糊的是真我，最锐的是 iQOO， 一加在中间。至于影调看诸位喜好， iQOO 比较像真我在白天某些时候的表现，绿绿的旧旧的，仿佛飘散的一抹电影镜头下的淡淡忧伤。软件层面再补充两个小事情，首先真我相机街拍模式当中的自动变焦属实是迷之好使，可以符合直觉的瞬间完成指哪打哪，推荐买了的同学多试试。然后哥俩高倍变焦时的瞄准镜好像和正常思路不太一样，仅在自动模式下提供，如果你手动选了夜景模式之类的，则不论怎么变焦就都没有这个瞄准镜了。屏幕方面还是那句话， 1.5K 与 2K 分辨率的区别在手机这种尺寸当中并不明显，尤其在今天这两位身上，甚至可以说除非放大，否则肉眼无从分辨。实际在手观感如果是默认模式，那么你大概率会觉得真我有点红，这是因为它色温更暖的关系，并不是由于一加做了所谓2015的校准。事实上，当两者色温相近时，观感也是基本完全相同的。只是倘若往死里抠，贴眼前玩命瞧，可能硬件素质的关系，一加这边的确相对更加通透。此外，可视角度也微微更好一点，画面中拍不太出来，但现场可以感知的那种。各俩蓝光波峰均在458纳米左右，相对 iQOO 12系列距离455纳米更远。默认模式下受屏幕色温影响，真我蓝光自然会少一些。如果你非要纠结，那把一加调黄点就行了，并不是啥难事儿。调黄频闪，默认情况下10尼特暗光时，真我的 SOM 相对更低，但只要离开乌漆嘛黑亮的时候，比如这里的30尼特、100尼特以及200尼特这几个点，均是一加表现更好。至于真我的单脉冲与一加的关闭明眸模式，效果反映在数值上其实不明显，都只是亮的时候略微有所下降，而暗的时候没区别，所以哪个模式更好并不绝对，完全取决于你的实际感受。暗光灰阶两位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均匀，双双不及 iQOO 系列，当然实际你不会看得这么清楚，不必纠结。亮度方面，尤其手动模式明摆着是奔着刷分来的，一加手动平均最大亮度超过800尼特，而真我倘若开启增大亮度范围，更是直接怼到差不多1000尼特，非常的夸张。均匀度真我在不开启这个增大范围的时候表现不俗，理论上与 iQOO 12 Pro 不相上下。至于 HDR， 除了本身相机所拍摄的内容，似乎又有些不走寻常路，也许为了追求准确吧，无论系统相册还是第三方软件播放本地常见 HDR 视频时，亮度映射好像和 SDR 是同步的，未见明显全局 HDR 迹象，而流媒体 HDR 也是似有若无。即使退一步讲，非得是杜比世界才行，那这个兼容性恐怕也不太通顺。同时，真我设置中的那个 HDR 增加亮度开关，貌似也没啥实际作用。
色彩方面，看到上期评论当中有同学也提到了 CIE 2015的问题，有必要简单插一嘴。这玩意儿啥意思呢？假设现在为两组人员测量身高，组间平均身高相等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各组中的具体身高分布其实并不相同。于是不要眨眼，把平均身高换成屏幕的测量指标，人员想象为光谱，这就是传说中的尽管同样的色温、同样的色准，但肉眼看起来色儿就是不太一样的同色异谱问题，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CIE 2015正是通过匹配光谱，在某种程度上来改善这一情况，尽量让数值与观感能对应起来。这块大概有4个小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点，标准之所以能成为标准，不是因为它足够的新，而是应用范围足够的广。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1931仍是主流，并不是说有了2015它就变成错的了，用不了了。第二点，现阶段的2015也绝非你想象中的样子，大概其算是个模拟效果，不然你猜比如小米为什么要在宣发当中强调参考2字呢？哥们儿还是很严谨的。第三点，受此影响，可以说市面很多结果基本都是多少有点问题，而你还无从分辨，因为甭管对错，单就数值而言，上下偏差并不会很大。第四点，这玩意儿没有1931那么的全流程高度确定，且第三方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还会产生一定人因误差，所以综上个人建议还是乐呵就完了，没必要过度纠结。当然考虑到有这玩意儿的机型，如果你不做的话，它将永远都会在咱的破表当中垫底儿，显得有失公允，所以后续还是会加进来。当然本期肯定是来不及了，这把就1+12为例，简单看一眼是吧？按照1931情况会有点糟糕，但依照2015的话，尤其专业模式下的 sRGB 白点坐标高度重合，各方面都还是比较准的。真我 GT5 Pro 最准的 sRGB 是自然模式，最准的 P3 是影院模式中，表格里一加我就不标了，下回改好再说。预计理论上总体会和真我差不多。触控采样呢是真心的复杂，但总之都写在表格里了。实际使用当中，真我这边更高一些，跟手度实测感觉上同样是差不太多。跑分不具体展开，有兴趣就暂停看一看，没兴趣跳过，因为哥俩对这类东西几乎没给什么性能，所以很多时候只是显得不是很高，这点需要注意。3D Mark 烤机，一加和真我的风格同 iQOO 12系列相似，偏向保守，结果不论帧率、温度还是功耗皆高度重合，可能全部差异也就是一加后面的技术挣扎。如果真要拿它打游戏，估计再配个背夹会是个更好的选择。30摄氏度极致画质120帧王者，两位表现一般，即使都打开了极限稳帧，1%漏也只有不到80帧，相较其他哥几个的110帧以上，怎么也是差点意思。其中真我更夸张一些，最终不仅亮度莫名掉了50尼特，半小时的末尾甚至已经开始降帧了。当然好处是温度倒确实也不算高，哥俩尤其内部平均温度都是比较低的，外部温度真我因为悄悄降了亮度，所以看起来比一加还要更低。本环节总体而言，两者之中一加稍强。原神还是集体半斤八两，哥俩最大优势是起手确实挺猛，这次前10分钟里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只是温度起来后毕竟都是常规旗舰，谁也没比谁强多少，难逃降帧。1+12尽力想维持50帧，但看起来不算非常成功，最低降到了30帧，真我则好像没啥思想包袱，降就完了，一路下探，最终来到33帧左右。总体两位承压能力一般，不过有理由相信，如果是25摄氏度环境，表现应该可以，毕竟即使30摄氏度，严格讲实际体验干下几位友商，恐怕问题也不是很大。比如一加锁50帧对 iQOO 12的勉强维持，真我的缓步降帧对 Redmi 的剧烈颠簸，拿到手上搞不好你会觉得一加与真我更顺畅，最次也是没能拉开切实差距。常规旗舰来讲，此处诸位有点趋同，不过当然真我的顺其自然躺平式降帧，温度层面确实效果拔群，内外都比较低。星舰铁道一加毕竟多个 X7 渲染芯片，所以强制整了点小操作，远景动态分辨率的马赛克比较雄伟，个别区域也将看到更加剧烈的像素抽搐。不过受此加持，一加基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尽管最终降至45帧左右，但是除了帧率的调整，明确意义上的所谓卡顿真的非常的少。外带1%漏全场最佳，关键如果相较真我 GPU 使用率暴降24%，虽然在外部温度上的体现不算明显，但的确极大降低了内部温度。总体我觉着见仁见智，你要说一加这种算作弊，那没啥可圈的，如果算是正常，那综合表现非常不错。至于真我干个 Redmi K70 Pro 问题不大，这两位基本同一范畴。系统方面，尽管咱说话这功夫很可能它就更新了，但还是有几个小小的疑问想查一下。系统相册没办法正确按照文件名称排序，这种大家应该已经习惯了，毕竟一屁股手机都这样，不稀奇。前面提到震动调教挺细致，也确实挺细致，甚至调整亮度的时候震感都有大小之分，只是但凡你把手放在这儿，不论是否滑动调整，它都会一直的震，有点怪怪的。天气挺板正没毛病，但如果想看15日预报就完犊子了，和不小心掉进游戏镇静部没啥区别，下面全是扯淡的内容。当然这点咱也不敢多说，因为可能是从社会王华子哥嘛。
软件安装加到保险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到手机管家里绕来绕去的手动添加白名单就完全安装不了，是不是脑子有点不太好？这体验就像是我在自己家里拉屎还得先去物业填写申请表一样，咱能不能老老实实的把按钮就放到这页上，跑来跑去很麻烦呢？推荐广告也是这个德行，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开关在软件商店中的、个人中心内的、设置下的、服务管理里面的最下面，这是干啥呀？捉迷藏啊？问题是我也没有这个雅兴啊。最后这点是一加独占，游戏引擎带个启动动画没什么问题，毕竟大家全是这么干的，但是啰里吧嗦的又显示这么个东西就有点磨叽了。你这玩意儿是给谁看的呢？给我看的话，那显示一次就行了呀，不用每次都有。充电方面，两位亦是相同的水准，1到100%耗时半小时，完全充饱大致是50分钟左右。这里比较有趣的点在右边的图上，你会发现虽然是5400毫安时电池，但它俩的100%宛若复刻小米14 Pro， 只会充到4800左右，剩下的部分要么你充饱，要么只能等待后续随系统更新再慢慢放给你。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即使你把4800当5400用了很久，也并不太容易察觉电池衰减，反倒会得出前后续航区别不大、电池耐用的结论。玩的就是心理学，你以为是你在用电池吗？搞不好是电池在用你哦。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100%电量等于或接近标称容量，而完全充饱则应更大，才比较符合逻辑。好了，没有了。总体看起来一加12是有些被低估的成分，但可能受过度宣发的影响，隐约让人觉得这个成分好像倒也不会有很多。至于真我没话说，这哥们属于只要站在这儿就已经赢了系列，还是很有性价比的。不知道买了的诸位，甭管是这两位当中的哪一个吧，实际感受几何呢？欢迎评论留言，一吐为快，给正在纠结的朋友们上点干货，留些参考吧。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